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信慧。今天这支影片要带大家逛日本秋叶原附近的电子材料行，来看看跟台湾的有什么不同。秋叶原电器街附近大概有几十间大大小小的电子材料行，有小型的专门店贩售单一类别的，也有连锁的大型电子材料行。不过日本的店家通常禁止在店内拍摄，因此在这支影片中仅会有同一拍摄的店家画面，这点请大家见谅。首先是 Tokyo Radio Department Store， 这是从地下1楼到3楼的电子零件商城。1楼入口处有专卖 LED 灯的店家，虽然只有小小的一间店面，但是各种灯条以及各种尺寸的灯珠都非常齐全。我很喜欢他们将零件放在一格一格的亚克力盒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一目了然。还有一间小店面卖了许多有趣的开关按钮。日本的电子材料行很多都像这样开放式的摆放，再拿盘子让顾客来挑选，这样做一眼就可以看清楚所有的商品，不像台湾需要一直拉抽屉去翻找所需要的零件，而且在台湾抽屉里的零件可能还是别格的东西。像日本这样的做法，客人的素质也要非常高才行。这里也有卖一些我从没见过的开发板。这个开发板内建加速度计，可以在电脑上来观察数值，不过对应的系统是 Windows XP。还有这个雪人的电路板套件，跟一些有趣的开发板。这个洞洞板也很特别，像这种电路排列的方式跟面包板是一样的，很适合将面包板上的电路移植到洞洞板来焊接。还有2mm 的超密电路板，像这个是专门给 LED 灯用的圆形电路板。这些可编电组用的旋钮也很特别，还有各种的接线端子。这个幸运转盘玩具也很有趣，可以利用盒子上的洞将电子零件直接安装上去，说明的图示也非常可爱。在这里我找到比较特殊的开关，像这个在台湾就没有看过，还有这个超迷你的摇头开关，金属面板的小按钮也非常特别。3楼的这间店是比较综合型的电子材料行，同样小小的一间，但是商品的密度非常惊人。正面全部都是电池，各种规格的充电电池都有。这区则是各种 DC 电源接头，以及旁边的变压器。这里也摆放了非常多种类的端子头，像这一区是麦克风的接头，应该是一些高档的产品，因为这价格不便宜。还有各种音源线材跟接头。这里则是各种的散热片与风扇。这间店也卖了很多电路的小玩具，跟台湾的差异很大。在台湾，这类电路板焊接的套件通常是作为学校的教材，但是日本这种套件，无论是外观、电路板的设计，或者是包装的设计，都非常的用心，感觉就是卖给对电子零件有兴趣的一般人，让这些有兴趣的朋友也能够自己 DIY 的有趣小玩具。这个初学者的电烙铁组卖的也比台湾便宜很多。这间是专卖接线盒的店家，贩售超多种类的接线盒，各种材质与大小都有，还有各种形式的防水接头，清楚地标示它们的规格。这里也有各种规格的把手以及相关的配件。这应该是机柜的面板，旁边还有各种规格的铝脊
铜条、铝板，排放的非常高密度，却又很清楚地展示出来。这里还有电子零件的夹娃娃机，里面放了一堆电子零件。我瞄准面包板，结果夹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接头，而且还没有附金属端子。接下来我找到一间 LED 灯的专卖店，这间店的面积不大，除了摆放各种 LED 灯，对 LED 灯的展示与规格标示都超级清楚。这种导光条我觉得很特殊，两旁放上专用的 LED 灯，就会让整条发光。看它展示的效果还不错，但是价格也不便宜。这里还有教你如何焊接 LED 灯条。这里的商品每一种型号几乎都有样品之外，还详细标示了电压、瓦数等各种规格。这张图展示了各种防水等级的灯条，这里也清楚展示了各种灯条的规格、特色与细节。但在日本买灯条真的不便宜。LED 灯外的罩子也都有样品展示，材质、厚度与灯条的距离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这种 Q 弹的 LED 灯条可以随意的弯曲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另外，这个是定电流二极体的展示，这根本就是学校的教具了。你可以随意切换电压，或是控制哪一颗二极体，来观察 LED 灯的亮度。这种东西居然会出现在商店里，真的很神奇。而且不止这样，在旁边还有一本册子，里面详细说明了各种 LED 灯配线的方式。其实在店内到处都有教学资讯，这也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。另外，这个是用 Arduino 来展示各种类型的 LED 灯。这个有趣的电路板镊子，只要装上电池，就可以用尖端来快速的检查 LED 灯。我觉得日本的电子材料行大多都有详细的标示商品的规格，甚至是教学资讯。除了让初学者也能够自行创作，对专业领域的人来说，也可以更容易找到适合的商品，甚至愿意尝试新的东西。这间店是专卖线材的店家，最棒的是上面的这些看板，把店内的线材都标示得非常清楚，也把样品贴上去，让你可以看清楚线材内部的状况。一般的电源线、各种的讯号线、照明用的电源、电线能够承受的温度或是电流量、产品的特色与规格都标示得非常清楚。再来这间是千石电商，应该是附近最大的电子材料行，一共有4层楼，东西一样塞得满满的。这里是电烙铁与焊锡的区域，同样的东西，价格比起台湾便宜不少。还有一些手工具也都在这边。这里还摆了一些 3D 印表机，还有光固化的机种跟耗材，还有打磨用的工具。当然，这里还有卖各种原厂的 Arduino 开发板。比较有趣的是，副厂的开发板是放在篮子中贩售的。在这上面还有一些 Arduino 用的模组。这一区卖一些 SparkFun 的感测模组，还有 Seed 的各种零件，种类也非常丰富。不过这种进口的东西，其实价格跟台湾买是差不多的。这个弹簧很特殊，它是由记忆金属制成的，在室温下可以随意拉伸，让它变形。将弹簧通电之后，会产生热能，温度上升就会恢复原状，可以作为特殊的动态装置。这里还有很多显示器跟电子纸。
还有 Microbit 相关的东西。这个开发版可以让水果变成乐器，设定的方式应该是类似 Scratch 拉积木来操作的。这里有一整片的模组与感测器。这个透明薄膜触控板还搭配了继电器，插上去应该就能够直接使用。这应该是电容触控的感测器，可以用踩的或是安装在各种地方。还有更多的开发板跟套件。这一区我觉得很酷，它贩售了各种类型的电路板，而且就只是卖电路板而已。你还需要扫描 QR code 去看上面的泵表，自己选购零件才能够组装。像这个是配备真空管的耳机扩大器电路板。扫描之后，你可以找到这个网站，上面有详细的手册，底部甚至还有评论区。这种贩售电路板的方式真的有点颠覆我的想象。有些比较特殊的零件会跟电路板一起附上，也有部分会将 IC 一起附给你。这个是附上电池跟开发板的软性 LED 矩阵，其实显示的字很清楚，但是我用手机拍起来很不明显。这里还有各种的 LED 灯，以及刚才出现过的电路板镊子，还有各种形式的灯条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有 SND LED 灯用的电路板，还有更多的 LED 电路板。这种贩售方式在台湾我也没有看过，但我觉得超级赞的。这一区有卖各种的马达，其中这个电路板我觉得很有趣，焊接之后就可以直接作为马达的底座。这一整片是齿轮皮带区，搭配旁边贩售的各种马达，就可以制作许多动力装置。下方也有卖各种规格的弹簧。右边的抽屉则是各种的轴承，还有各种螺旋桨。这里所贩售的磁铁不会直接摆出来，要请店员帮你拿。这一区则是贩售一些亚克力棒跟各种板材。这里还有田工的马达与工具，还有一堆的模型。其中这区则是各种的电磁阀。这里的套件非常有趣，这个系列都是用电磁阀来驱动的小装置，可以控制企鹅走路或者是大便上的苍蝇。这个则是跟拍手机器人联名的。你还可以购买这个主板，一起操控所有的机器人。这间店还卖了超级多自己组装的电子零件玩具，是附近几间店里面最齐全的。如果你想买这类的玩具，建议可以直接到这间店来逛就可以了。这里还有一些很神奇的商品，像这个口罩可以侦测人有没有在呼吸，感觉在救灾的时候可以用。运用磁铁跟线圈晃动就会发亮的东西，放在包包上可以更安全。同样的原理用在浮标上，就可以变成鱼上钩了之后就会发亮的浮标。这几样东西感觉像是学生发明竞赛的东西，都变成商品在贩售。这里也有一些组装好的电子模组，还有许多科学玩具。其中这个我觉得超有趣的，这是几年前流行过的敲铝箔纸球套件，里面附上铝箔纸、铁锤，还有打磨用的工具。我原本以为千石电商只有这4层楼，结果发现附近还有2间分店。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专卖街机电玩摇杆的店，也就是格斗游戏专用的控制器。这种控制器跟机械键盘一样，有各种轴体可以替换。这里有各种面板，
还有可以对应 PS5 或者是电脑的主板。这些球是装在摇杆上面的那一颗，根据材质还有加工方式，价格差异非常大。还有游戏机台上的贴纸，甚至还有木头制的摇杆头，装在摇杆上的微控开关，各种颜色的底座，摇杆的颜色跟长度也都是可以挑选的。这里有各类型的大型按钮，其中弹簧也都可以自己选择，你要多少阻力都可以客制化。这些是更多的摇杆垫片以及各种底座。如果你不想全部自己选择，这里也有卖组合好的摇杆，可以根据阻力、行程、是否静音，有大概10几种的组合可供挑选。当然，还有更多数不清的按钮。这些按钮的价差也非常的大。我原本想说可以在这边组一个控制器，但仔细算一算，一整组按钮包含控制器跟框体，大概要1-2万台币。而且我本身又没有在玩格斗游戏，所以就放弃这个念头了。同一间店也有卖一些电子相关的书籍哦。千石电商他们也有自己的网站，包含街机摇杆、教学套件或是电路板等产品都会在上面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先到网页上逛一逛。再来，这间也是连锁的秋月电子，这间店的人潮也是最多的。原本是不能拍摄的，但我答应店长，我不会拍到客人，他才特别允许我做拍摄。所以很可惜，没有办法拍摄到店面的全部。但我对这间店的第一印象是，它就像便利商店一样，非常整齐明亮的电子材料行。他们把所有的零件都整理得非常的完美。最夸张的地方是，这些零件除了夹链袋包好来之外，多数的 SMD 元件里面甚至会附上干燥剂，甚至这么一小个东西也附上一整包的干燥剂，可以确保商品的品质是完美的。店主这类直插封装的零件，虽然没有附上干燥剂，但是每一包都附上纸条，来清楚的标示规格。当然，这边还有各种的原厂 Arduino 开发板以及其他的开发板。大一点的零件都放在2楼。这里的伺服马达也非常的齐全。而且这里的 SG90居然是 Tower Pro 正版的，这边还买得到台湾广银 GWS 的马达哦。工具跟线材在这边也都有贩售，中间摆放的整理箱贩售许多特价的零件，像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开发板。这一区还有卖一些示波器跟 GPS 的设备。这间店的品项虽然不是最多，但是对于商品的陈列非常的用心，逛起来也特别舒服，也难怪人潮非常的多。其实这附近还有非常多的电子材料行，但是部分店家刚好在休息或是不方便拍摄。也听说疫情过后，很多店家都没有继续营业了。其实逛完这些电子材料行，除了连锁的材料行之外，小型的店客人也不多，有感受到这种产业不如以往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日本的秋叶原，除了动漫公仔之外，一定要到这边的电子材料行走一走哦。如果暂时没有来日本的打算，影片中的2间连锁店千石电商跟秋月电子的网站，我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到网页浏览看看。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看完这部影片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。